一说到占卜，很多人都会想到求神问卜这4个字，然后就会联想到电影情节里面的道长拿着八卦画符念咒，接着就抽签或者摇冲板什么的，然后好像突然有一股神力附身，可以看穿未来的一切。这些都是为了电影效果而制造出来的额外神秘感而已，认真你就输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 老师，是一名风水师，也是一名占卜师。那到底什么是占卜？老师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我不知道占卜，那我还找你来干嘛？在我过去的占卜生涯里面，遇到不少人这样子来问我能不能打赢这场官司，能不能给我一些偏财，能不能让那个女人爱上我？尤其是那些色色的男生最爱问这样子的问题。Seriously， 占卜师又不是 magician， 所以从这2点看来，其实很多人都把占卜看作是神明有关或者是改命的东西。命要是真的是那么容易改的话，我想每一个占卜师都是神了。要记住一个观念，运可以改，至于命嘛。这一集我就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占卜。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是一个龟壳，它是最原始的古代中华占卜。稍微懂一点中华历史的人都知道了，中国古代在决定国家大事之前，都会烘烤这个龟甲，通过龟甲的纹路呢去判断吉凶，然后在这些事情再记录上龟甲上面。这些刻在龟甲上面的，也就是我们汉字最古老的祖先甲骨文。所以在殷商时代，当年周武王讨伐纣王之前，太卜就给周武王起了一卦，占卜结果是出兵不利，姜子牙因此生气了，踩碎了龟甲。之后，周军就在牧野大破商军。那时候姜子牙并没有跟太卜说：“你帮我占卜一下，让我打赢这个纣王如何？”姜子牙他就是个懂占卜的道理，因为他自己也经常给自己起卦占卜。很多刚离开家里踏入社会的这段期间，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，总觉得自己可以改变这世界，自己就是 Avengers 的其中一个。尤其是少年得志的那一些，没错，我讲的就是你。但是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，也跟着越来越相信命了。那什么是命？命就是注定你这一辈子无法突破的极限。那老师，如果我要突破呢？那等下一辈子去吧。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，这个曲线表就代表了你的命，满分呢是100分，最低是0分。而你这一辈子的整体财运，假设说最高分是70分，最低是30分，那就是说风水啊、姓名学啊、八字一切等等可以知命改运法，无法帮你改到71分。而你在最倒霉的时候，也不可能会有29分的时候。这个区间就叫做命，你无法突破这个区间。如果你想突破70分，就是改命。命能改吗？也许能吧，但是就连诸葛亮这样的神人摆了7星灯，还是无法续命。可是刘伯温摆7星灯却成功了。那占卜是什么？一般的占卜呢，就是尽量的帮你达到70分的上限。老师，如果达不到70分，不就是命理师无能了吗？讲究一下吧，60分好不好？总比你在这40-50分中间一直徘徊好吧？你可以想一下，假设你目前的收入是10万，而10万就坐落在50分这里，有效的改运。就算是你改到60分，你的收入就这样多了 20%， 那实际上就多了2万的收入。如果这里是1个月，那30年的职业生涯一共有多了。如果你是大企业家的话，几亿的收入的20%，再乘上几十年，那又是。老师，能不能超过70分啊？非常高级的占卜师是绝对可以做到的。刚刚不是说到刘伯温做到了吗？所以占卜真正的精髓还是有办法可以变成命理界的魔法师的。但是占卜师在最终能够提供的其实只是建议方法，而无法施展法术来让你改变命运。比如刚刚的举例，占卜的热门问题，问占卜师能不能用魔法法力让对方跟你有一腿。
占卜师大不了只能教你怎么做好，让你可以找到他的弱点。至于怎么执行，那个掌握在于你自己的手里，而不是占卜师的手里了。如果找不到弱点的话，那也真的是无济于事啊。有时候占卜结果不好，也不代表没有方法、没有希望。毕竟你可以像姜太公一样踩碎龟甲，勇往直前，以一敌百，大破商军。方法总是有的。Avengers Doctor Strange 不就是使用了占卜预测了1400多万个结果出来吗？1000万分之一的胜利，占卜说白了其实就是这样子。方法是被预测和找出来的，但是如果没有 Iron Man 的执行 ，Doctor Strange 再多么的牛逼，最后也只能变成只是个会装逼的人。总结一句，占卜就像雨刷，下雨了，擦亮你前进的方向，但是方向盘、油门、刹车，通通都在你自己问卦人的手里，你们才是命运的主角。